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今天我们节目也要展开知识性的对话。我邀请到的来宾，我告诉你，吓死你啊！中研院的院士，同时他也是行政院经济顾问小组里面的顾问之一。热烈欢迎朱敬一老师。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观众大家好。你很久没有在镜头前面这个露脸了嘛，对不对？被我挖出来。我几乎不太上节目的，因为一时糊涂答应了你。因为你最近呢有一件事情让我大家就怎么会这样？因为行政院呢，他们就说卓荣泰院长要拼经济啦，然后就成立了一个经济小组。那这个经济小组很慎重哦，院长、副院长哇都是这个带头的啊，他们就邀请你担任顾问。其实它有2层，一层它的全名叫做经济发展委员会哦，所以它有一层是像院长啦、副院长啦、部会首长，那是委员，都是官员哦，委员都是部长级的。对，那我们是顾问，我们是没有决策权的顾问，所以我是去了以后才知道，所以他有一层是委员，有一层是顾问。然后所以你们开过顾问会议，然后顾问会议的意见其实会交到委员会里面去，对，形成政策，然后他们去执行这样子。他内部作业怎样，我真的也不晓得。可是因为你是本来就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啦，然后可是你发了一个声明说。这个委员会里面可能组成我们有4个人发个声明，对，4个。然后那名字看起来我都觉得很害怕呀，什么旅游景点呐、租金，听到名字都要肃然起敬的那一种那所以作为顾问，然后发这个，你就直接跟他们讲，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这个委员会里面可能要调整哦，这样不就好了？他那次的顾问会议是分3组。创新经济、均衡发展、包容成长。那我是包容成长组的召集人，那顾问了所以我们就在包容成长组开1天的会。那我并不知道别组讨论什么，讲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到了下午，最后就是由各组报告，报告完院长就总结。所以在报告之前，我也不知道别组要讲什么。那礼貌上你也不好在院长总结之前，等一下，很奇怪啊，因为那个场合不对嘛，所以我们大概也没有机会，对别组，说不定人家也没有恶意，那我但是看起来不完整，所以我们就事后讨论以后，提出一些意见，这样子。可是因为现场真的没有机会，媒体用头版头还是反正就是用头题的那种大字写，就感觉好像有一点你们在这个不认同。不是，我就是没有机会嘛。我就是说他分3组，我们比如说别人也不知道我们这组讨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别人讨论什么。最后3组分别报告，然后就院长总结，所以我们真的也没有机会。可是这3组不是理应该要融合才对啊？然后院长才能总结啊，然后人家自己走自己的，然后院长自己一个人在总结这议程也不是我规划的，我们是个体参与。它的流程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啦，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说批评，因为这也不是开1次会嘛，所以以后还有机会，然后他还会把顾问的意见经过委员会嘛，所以我们有一些意见就等于是提醒给他们。知道，所以你观察到说他们的其他组有可能会让外界形成一个怎么很多大老板这样子的印象啊？不是大老板，大老板本身没什么不对啊。因为就是利于资方的，不是我们3组不是分别提出我们各组的报告吗？所以我就听到别组的报告嘛。那听到别组的报告，我就觉得至少有一些我觉得需要斟酌嘛，但是我没有机会。那你在这边讲哪一些啦？我真的也记不得了，就是因为他，你这是什么顾问？我们就听1次而已，就最后那10几分钟。但是这些意见你不能说不对，因为从企业家的角度，他就是要替他的
企业的利益争取嘛。是啦，所以这个它本身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比如说你税啊，你说这个东西希望能够减税，那个东西希望能够减税。但是我们就经济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你就不能每个人都各自说减税啊。那大家都减谁缴税？最后税不够怎么办？所以你就希望有一个机制是怎么样把这个各方提出来意见能够有一个中整，那不能够说各自就照自己的利益讲。所以提出来这些看法之后，行政院有跟你联络吗？卓荣泰院长，我们提出意见之后，对，我们4个人被通气去行政院，通气到案，就是再去沟通一下，然后跟你们说明就对了。我觉得这也是礼貌上应该的。他们如果有一些委员有意见，那最后就院长说来再聊聊到底讲些什么啊等等，因为那个文字不多，所以你也不见得完整。文字很多好不好？你脸书上写一大篇，现在的人都习惯字少。这么复杂的东西没有办法字少，但是反正通气到案，然后你们跟院长做了沟通。那院长说什么嘛？说你们的建议我真的很重视，我会纳入委员会的这个层级里面做讨论。当然是这样讲了，不然会怎样？你们的意见我不重视吗？也对，礼貌他也对，很重要，我一定会的。好，那可是因为被这些部分的媒体做这种粗黑体字大标题，目的其实是做一些政治上面的这个效果啦。你会觉得这种状况其实不是你的初衷吗？是啊，我们就是谈事情，我们也不是政治高手，然后你不是玩在里头啊，大家都觉得很辛苦。但是台湾的媒体生态有不同的光谱嘛，对，所以我们也不会意外说有人要去操作它，那就操作。那就操作吧。可是那就操作的话，那其实就会对执政的政府来说产生一些信赖程度上面的打击，会不会？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我们不可能说讲话一点影响都没有，当然会有影响，但是本于诚意去沟通就是这样子嘛。那会不会担心说，其实因为总统府其实也成立了3个委员会，然后他们的成员当中也有很多是跟执政党的政策不太相符的，譬如说童子贤，那童子贤时不时的出来讲这些话，然后被大家就是会被媒体放大，你们会担心你们也会这样被政治的利用吗？当然会有点不舒服啦，就是你的意见如果原来只是个意见，然后把它被放大100倍、1000倍，当然会不舒服嘛。但是人生有多少事情件件都舒服呢？人生豁达了。好，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行政很认真的成立了一个经济什么委员会。好，那这个小组呢就说要讨论台湾的经济。那请问台湾经济有很差吗？因为我们看到，开什么玩笑？台湾经济很好啊，从疫情这几年，其他国家都不好，可是我们什么出口也一直都很亮啊，一直在创新高，我们的 GDP 也一直在成长，所以你怎么看说所以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这不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所以台湾经济很糟哦？也不完全是这样嘛，就是说，有时候你的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你还是要健康检查嘛。并不是说生病了才开始健康检查，所以你就把经济发展的这个咨询当成一个健检，就是经济健康的检查。就是那台湾经济确实有它还算健康正常的一面，但是我想你也会同意，有蛮多面向，房价啦，少子化啦，那长照的资金将来怎么来啦？那大家都讲创新经济，创新经济到底该怎么弄啊？通常创新经济
就比较容易形成一将功成万骨枯，又会使得贫富不均拉大了。所以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这是需要谈的，需要沟通的。哦，所以你们也会讨论到少子化、房价、长照的基金，因为长照基金不断的在增加，那以后人口老化之后，他需要的钱就会更多，然后这些钱要从哪边来，能不能成为一个固定的、稳定的钱的来源等等，这些东西都在你们。我不是说分3组吗？有一组是创新经济组。我的妈呀，那你们有创新经济组专门讲创新经济怎么弄嘛啊？另外一组均衡台湾，大概就南北不要差距太大啦，东西不要差距太大啦，区域发展要均衡。那我们那一组叫做包容成长，包容成长就包括了所得分配不均啦，房价太高啦，青年人的困扰啦，房屋贷款啦，这些比较偏重弱势的在我们那一组，但他把经济拆成3块。那房价怎么办？房价现在，对啊，好多对，还是很多人在抱怨，但是，房子嘛，哪有便宜的？房价，我们的房价所得比不是大家常用，比如说你在某个地方，比如台北市，对，房价放在分子，然后你分母呢放你的平均所得，那叫做房价所得比。就是看你不吃不喝多少年可以买得起房子嘛。对，台北市啊，台北市差不多全世界第2名。哦，真的、啊，台北市很高到这不是好事情。我知道很惨啊，可是高到第2名啦。对，那第1名是香港，所以我们就这么高的话，你当然年轻人就对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也就不太敢生小孩，因为对整个不稳定嘛。所以它就会影响，所以房价的压力当然是个问题。那政府不是一直在打房了吗？所以要好。你干嘛叹那么大口气？因为它很复杂，因为你房子，你光从最简单讲，你如果真的要对房价有所抑制，大概有3个事情要考虑。第一个，你是不是你到底要管的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你要补助，或者你要帮助年轻人，因为你要帮助年轻人买房子在短期之内是不太容易做到，因为差太多了。就是一般年轻人的薪水和都会区买个房差太多了。可是你要让他有房子住，也许可以用租的方式，这是可以讨论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央银行常用的银行面。就是你如果买房子，给你几成贷款啦，不能够超过多少啦这一类的。第3个就是税，租税。我曾经有做一个数据，实行，你看哈，我们平常讲综合所得，对，综合所得就是薪资所得啊、利息所得这些加起来大概有10种。那综合所得是常态性的课税，还有一种是偶发所得，就你买房子的土地增值所得，因为你10几年才会买卖一次房子，所以那叫做偶发所得。偶发所得是分离课税。通常我们把这2个所得是分开来的。那我最近有机会把这2个所得合起来，也就是说综合所得和土地买卖赚的钱的这种所得，如果把它加起来放在分母，然后把土地增值所得放在分子。那越有钱的人，那个比越大。所以到了1/1000所有钱人那个比值快要到70%。也就是说，他们的所得有70%是来自于土地买卖所得。这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所以我们应该要限制他们的就是我们应该要把他们的土地拿到的利益做。这是一个讨论的基础啊！你现在一定要把数字呈现出来给大家看，你才知道。我们讨论税不能够说我觉得要降股利所得税，那80%是因为我的股利所得很多嘛。那你决定要降工资税，因为80%你的工资多嘛，不能这样讨论的嘛。你要把统计数据拿出来。那所以你认为说，到底譬如说在台北市，
他买房子的那个比啊，要拉到多少年不吃不喝才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全球大概都是，全球的一线城市大概都在几年不吃不喝可以买到房子。我记得台北市，我真的，你现在考我数据，我是背不出来的。但是我记得台北差不多是17、18年，17、18年，对，那就非常非常高了。然后这些都有统计数据，那每一年都有，我记得那个资料库叫 Demographia，你去 Demographia 查，那你可以看到一般的和蔼一点的地方大概是怎样，17、18就变成说。那平均就平均台北市的居民的年所得再分母，平均台北的房价再分子，那你想，我们不是讲最低工资的，是平均所以平均台北也许一个人60、70万总有吧，就是说，对，那60、70万如果乘上一年60、70万，乘上假设17倍，就是1000多万，这是台北的平均。那这样子是你不吃不喝你这样17年是真的很可怕的。那可是，在少子化，然后不是我前2天看到一个新闻说，特别是大安区啊，就是年轻人持有房子的比例，就是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那个遗产赠与啊，就是对这个年头，所以年轻人还是会拥有房子的，你们总是会拥有的。那要他爸爸妈妈有利啊，爸爸妈妈有房子，总是会留给你们的。那万一爸爸妈妈本来就，比如说北漂的啦，他原来是在中南部没有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台湾有可能透过一些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吗？这确实是全世界都会区都有的问题，这不只是台湾，所以有困难啦，所以我才说我刚刚讲说3个方向，一个是税，一个是金融面，还有一个就是租房。对啊，所以才弄什么很多社会住宅这一类的，对。就解决了住的问题。对，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的。好，所以你所在的包容成长这一组比较多讨论的是这种若是需要的东西，房价太高啦、少子化啦、长照啦、创新经济啦、工资低啦，工资低啦。但工资其实每年都有在微幅的一点，那是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对，有在一点一点的调嘛？那这种最低工资的这样调，包括时薪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调，对于整体的这个薪资有带动的效果吧？一点点啦，因为那是最低嘛，它不是均衡工资的概念嘛。那可是公务员啊、军公教啊也都会调啊，所以这些都会迫使民间的这些最低工资的调整和军公教调薪是2回事。可是都调，我的意思说全部都往上调啊。它还有一些别的面向啊。那在场的我们的顾问会议就有些学者，就是比较熟悉劳工的，比如说一个公司的薪资结构的透明度，是不是要透明？那有的国家是可以做得到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有的国家它有那个公司 CEO 的薪水和那个公司平均薪水的比，它有的国家是甚至是有立法限制的，对，就是那个最高薪资和平均，那个用法律来定就规定你可以定很高啊。有的我们全球化之后，这个比值有变大很多。那比如说某公司如果平均薪资是100万一年，假设那1000万1亿，就100倍的话，CEO 的薪水可以到1亿。我想这个也许蛮多人可以接受。可是你如果到1000倍，你说 CEO 的薪水是10亿，但是员工是100万，这就有点过头了。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薪资所得比 CEO 和那个平均把它定500、1000，我觉得社会接受度是高的。那你定得太低，那当然就会有反弹。那台湾会需要定这种东西吗？我不知道，所有的东西啊，并不是我们政策或者说顾问或者经济学家说怎么样，这要社会沟通啊。对啦，有的像是欧美国家，它对于劳工权益还有一种保障，就是在董事会里面设劳工董事。那你要不要做？这里也是社会要有共识啊，这并不是哪个人说了就算的。